天秤座健康和职场调整修缮的怎么样呢？明年起你们就步入新运喽。对天秤来说，未来5年先一个关键期就是在25年的下半年。那这个运呢，会从初夏就要开始留意新的机会、新的一些动态变化了，一直会持续2到3个季度啊。其实有很多的天秤这几年都有一种熬的心态，可能多少也稍微有点憋屈了。也许是为了要维持住某种生活状态、某种体面、某个工作或者是健康，也可能是你觉得有一些关系很重要，所以你不得不维系。天秤都会花很多的一些心力去照料啊，不太敢有很多冒险越界的举动。可能你想过无数次我要走啊，我要怎么样去变动啊，但你发现很多发展跟你们想的还是会不太一样。稳妥起见，一些天秤呢也会觉得说，我还是继续先待着吧，我一个人先单着吧，没有好的机会我就不动换了。或者呢，有的天秤动，但也没有能够动到一个特别理想的一个状态啊。可是我不认为天秤这一路走来的一个努力是白费的。其实你们在走一条必经的路啊，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训练，它磨练了天秤的心智和耐力和体力，所以呢，让你们现在能够积蓄一种更健康的力量，不仅说是身体啊、身材啊，也包括精神啊、心态啊，都变得更加游刃有余了，更有经验去面对不管是什么危机。因为天秤已经面对太多这种突如其来的、突发的一些情况了，都久病成医了，你们都已经很熟练的知道怎么样去应对了，都见怪不怪了。然后呢，在这个时候呢，历史就即将翻篇了。土海呢，明年就从6宫进入到7宫，也就是天秤座自己的一个宫位，天王星进入到9宫，木星进入到10宫，带来了非常强劲的一个人际合作运和竞争晋升运。这个运呢非常的好啊，意味着天秤终于可以靠别人一下了，而不是只有自己啊。如果跟别人配合的好，或者是一些竞争考核你应对得宜的话，那么天秤得到的好处也是颇丰的，尤其会体现在一种地位啊、身份啊、职级的一种上升，事业上面的啦，或者是社会上面的呀，他们本来是怎么看你的，那从明年开始，接下来的几年之内，天秤都有某种头衔往上增加晋级的一个机会，让你们拥有更大的自信，收获更多的尊重和器重。你们会遇到很严肃的一个合作关系啊，比如说结婚啦、录取啦、大的项目的签署或者是续约啊，或者呢，你会开始很认真的思考要去依靠谁，身边的哪个是可靠的，谁对我是重要的。刚刚我说身份这样的一种提升啊，也是关系带来的，因此人际关系的应对和选择一定是天秤未来5年好运的关键。应对的好呢，就能够到高位哦。尤其呢，可以重点把握25年下半年一直到27年上半年这2年的时间，会有很多露脸表现、合作邀约、人气和影响力能够获得攀升的机会。当然了，自己的一些压力也相对来说比较大啊，可是会是一些值得付出的时候。那此时呢，天秤也会面临就是选哪个，因为机会变多了嘛，那要选哪个就变得很重要啦啊！到底是哪个人、哪个方向、哪个赛道、哪个专业是比较好的呢？都需要仔细的去梳理跟筛选。而且天秤的运啊有个特点，就是你不会自己做选择，你会有人跟你一起讨论，或者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这件事情本身是以别人为主的，但是他的一举一动，一个大的决策会非常影响你，会带动你。比如说你们的上级啊、领导啊、父辈啊、伴侣啊、家人啊等等，他们有所变化，那天秤就需要跟着一起商量，一起做对的一个选择，不能够不管。你们会很有感觉啊，就是他好你也好啊，它是一个连带的关系。那好的地方是天秤这一路始终会有陪伴感，并不孤单。从明年夏天开始，后面的3年的时间都有人陪着自己做各项大的决定。那所需要注意的是呢，和天秤一起配合或者是商量的人，他可能也是比较强的，比如比较强势，要求很多，他有很多的意见想法，也可能有什么情况天秤是需要去迁就配合的，因为是合作共赢的好运嘛。这就意味着天秤要选对人，就是他是不是你正确的合作对象，天秤要多考量。这个时候就不是说你随便选都差不多了，随便选的话差别还是非常非常大的。2呢，就是要和对的人或者是你选择的那个人去耐心的配合，压着一点性子，或者说你选的这个方向你一定要利益导向优先，因为未来的5年天秤只有和别人合在一起，合2为1才是更强更好更多金的一个方法，你会收益到至大。像这种单打独斗啊、独居啊，或者是坚持个人自己的原则、生活工作方式啊，这种状态呢，明年就要结束了。接下来的4年是天秤和别人共看风景、共建蓝图的时间。那祝所有的天秤加油好运啦！仙女座们未来1年应该要拿一个结果啊！你们接下来的5年呢，先别想着后面的4年，你就想着眼下这1年要怎么样过，是不是有你想要拿到的荣誉和目标，那就去拿，不要客气，也不要再等待了，一定要主动的去争取。你们的关键期已经走了好几年了啊，起码有1年多，有的呢甚至从21年、22年就开始走这个阶段的关键时刻了。因此我挺希望啊，如果到现在为止还尚未拿到你心中想要的那个理想结果的仙女座们，一定要趁着现在24年5月到25年6月木星高挂你们的星盘10
工的时候争取到你想要的目标和生活，要不然你后面再去拿的话，要付出更大更多的代价，真的没有必要走到那一步。后面呢，你有你要去经历的路，这一年呢，你有你应该要拿到的成绩啊！别跟我说很难，你但凡人际关系处好一点，你在很多事情上能够耐心一点，换位思考一点，低头一点，相对来说不要那么要面子一点，这件事情就没有那么难。当然，我也知道仙女座近几年呢，其实都是饱受一些精神折磨，或者说精神的痛苦是偏多的啊，来自于跟你非常近距离紧密接触的一些人，比如说你的伴侣啦、你的客户、你的室友、你的合作对象、你的直属领导、你的家人等等，容易彼此之间沟通不畅，矛盾、误会、隔阂会比较多。但是我也客观说一句啊，仙女座你也不用觉得说自己特别的委屈，当你觉得对方不理解你啊、不尊重你、不断的攻击你，甚至你觉得 PUA 你的同时，你其实也没有好好的理解对方，没有换位思考，所以才会处不好这个关系。就是双方其实都有错，因为双方都没有理解对方，就是都会有点觉得对方很难相处，莫名其妙，是一段蛮奇怪的关系。虽然仙女座有些配合，但是你也没有说事事都很理性、很合作，哪怕你知道彼此是非常需要合作共赢的关系，各取所需的关系，你还是容易犯别扭啊。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就需要调整，因为这个关系弄不好的话，就是会把你各项事情弄得很不顺的。因此，仙女座这一年是需要去聘一些新的沟通渠道和方式的，去应对这个时刻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人、很重要的关系和局面，而不是把所有人都搞到自己的对立面去。那如果所有人都跟你对立的话，我们一定要反思一下自己啊，就是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去改进的，不然的话，这种实际的损失也是我们自己在背啊。因为土木在4轴的宫位，往往都代表了给我们压力的那个人，同时也是我们的贵人，我们此刻可以去依靠的对象，或者说不得不去依靠的一些对象。那后面的4年呢，跟这一年去对比的话，整体环境跟仙女座的一个心境啊，都会有比较大的变化。先来说环境啊，再往后呢，这个环境它容易有一些不可抗力的变动，比如说你所在的集体组织的框架、人员它变了，像这种上级领导换人呐，或者也会体现在家庭成员的一种变化，也可能说你换了家公司，或者是你事业、行业、生活有关的一些政策，它有比较大的一些变动，那这都会影响到仙女座。这是在25年的5月底左右到28年期间发生的，不是说仙女座那个时候就不能够赢，机会就很差，而是指在那个时间，因为很多的情况都不同于往了，你就要重新去弄，重新很谨慎的去考虑方案，去找一些对策。那比较理想的途径当然是仙女座你现在先在这一年拿到一个结果，然后再带着这个阶段性的胜利成果去走向下一段。这样的话，你后面跟别人谈的时候呢，或者你遇到一些稍微有点麻烦的一个情况的时候，仙女座你就有更多的筹码，就没有那么恐惧。对你们来说呢，未来5年的这个前一年啊，是上一个阶段的结束，同时也预示着后4年的一个运的开始。后面4年仙女座的好运关键词就2个字：自觉。因为会出现一些对你来说很有吸引力，甚至是魅惑力的关系或者是项目，尤其是26年下半年到27年上半年，特别要注意感情和财务。这个时候宜保守、宜理性，不宜放纵，不宜盲目。你要充分的认识到这个事情、这个人他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，不要说哎他可以我就可以，我这个时候不管了。你俩可能走的不是一个运啊，这个时候不要侥幸，也不要不管后果。后面4年呢是仙女座因果显化很强的年份。如果说你是非常非常的自觉，真的兢兢业业，一点坏事都没有做，不论从法律层面还是道德层面，你都敢说自己无愧于心，那在这4年你一定会被推到一个意想不到非常高的职务岗位，或者跟非常高的人去结合，也可能呢会突然间爆红，非常的有人气，走的是名扬万里运。但是呢，如果不自觉，受到恶性的环境和人的一个影响，那就容易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。那么这4年就是湿鞋的时候会爆出问题，或者是蒙受损失的啊，千万不要这样去尝试。应该说这4年是上天有管到你的4年，其他的一些年份时间可能上天没有空管你，你的一些许愿上天呢也没有空听，所以好的坏的其实大部分靠自己。但是呢，这4年的时间他会听，然后呢上天会给你考验，看看你是不是对你的目标那么坚定，愿意靠自己去付出一切的努力，还是说你在想一些不应该想的路径方法，而没有去走这个正道。如果说仙女座做得非常好，这个时候也是特别容易被上天看到的，他就会给你更大的一个福报和奖赏，应该说是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的时间。同时呢，仙女座也可以在这4年对自己的周遭环境以及精神世界定期的去做清理，看看这个里面有没有一些小人啊、脏乱啊、负面的一些念头啊、邪念啊，去干扰自己的成功和美满，有的话就及时的断舍离。那要祝所有的仙女座加油好。